所有的滑雪人都特别害怕这样一件事情，它可以让你一瞬间从帅气飞行到匍匐而行。它会让你认识到人类进化了这么多年，曾经的尾巴现在变成了一小块骨头。它会让你认识到，当你的括约肌不能发力的时候，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。而最可怕的是，当你滑雪多年，以为早就摆脱它的阴影的时候，它却会在你最没有防备的时候突然出来。我说的不是你那个来自成都的前男友啊，而是卡刃。那么怎么样增加自己在板刃上的稳定性呢？怎么样避免卡刃，或者前刃的时候往前趴，后刃的时候往地上坐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瑞士滑雪教练 KK。今天我们单板进阶的内容就来练习一下刃上的稳定性 ，balancing on the working edge。在开始今天内容之前呢，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卡刃，这就和我们单板的构造有关了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基础课程中讲到的内容。你仔细看一下板的形状，就不难发现，板的两端都是向上翘起的。这两端在滑行的时候，雪会自然的被推到板下，所以你在这滑行的时候不会有任何阻碍，也不会卡刃。而如果你顺着两个刃的方向滑行，刃这一侧是没有向上的弧度的，如果重心稍微不稳，就很容易把雪推到雪板的上面，而当推到雪板上面的时候，它的阻力就会增加，而继续往前使劲强推的话，就会因为突然增加的阻力而啪。但是板刃又是我们滑行过程中控制速度和方向的唯一最重要的工具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既增加自己的控制，又避免卡刃呢？这其中的秘诀就在于，我们需要主动的把板底向前进的方向扬起，像板头板尾自然翘起的弧度一样，向上扬起的板底也会把雪推到雪板的下方，让你避免卡刃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的雪板有两个大约呈90度的金属板刃，这个板刃在雪上挪动的时候会把雪推起来，产生一定的阻力。板刃一侧连接的一个很宽的底面，当这个底面向前进的方向扬起的时候，推起来的雪就会聚集在雪板的下方，把我们的雪板推高。当我们在重力的持续加压下，就会产生均匀的阻力。但是如果这个底面向后扬起，也就是说我们压在了前进方向的刃上，因为板刃这一侧没有宽阔的底面支撑，雪很快就会漫过雪板，这些雪不会把我们的雪板往上推，而是让板刃陷得更深，直到在雪中锁死，阻力就会突然增加，让我们失去平衡而摔倒。了解了卡刃的原理，我们接下来就一起看看3种最常见的卡刃方式，以及如何避免它们吧。我们先说一下第一种最常见的卡刃方式，也就是在推坡的时候卡刃。在推坡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的前刃碰到了雪地，那我们人就会这样往前栽倒。而这种卡刃的时候，大多数都是因为我们的重心放在了错误的那一边。而这种情况呢，在比较缓的地方发生的很多，而在比较陡一点的坡上反而更不常见。这是因为在缓坡的时候，我们利刃角度非常低，所以容错率也会很低。雪板稍微往下放一点点，很容易就会卡住相反方向的刃。而在比较陡的坡上，我们利刃角度比较高，所以容错率也会更高，有比较大的活动空间，把板往下多放一点也没有关系。那么如何避免在推坡的时候卡刃呢？我们有2个练习可以做一下。第一个就是减小我们在推坡的时候脚踝运动的幅度。我们在初学单板的时候，很容易试图立马控制住雪板，当需要加速的时候，立马把板往下放，而需要刹停的时候，立马把板立得特别高。但实际上，这种过度的运动都是因为我们对雪板不自信而造成的。在很多时候，我们把这个速度慢下来，当你找到合适利刃的角度的时候，保持这个姿势，给雪板更多的时间和空间，它就会慢慢达到你理想中的速度，也会有一个非常均匀的变化。大家看，这已经是一个比较陡的坡了，但我脚踝利刃幅度的变化却是非常的小。从侧面看一下，我们在加速、减速、加速、减速，所有的变化你都需要给它一定的时间，让雪板去加速减速，就跟你开车一样，不是说你一脚刹车，车就立马停下来，一脚油门，车就马上飙到70迈。这种极端的去加速减速，反而让你的雪板非常不稳。当你成功限制住脚踝运动的幅度，能更温柔的去控制速度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第2个练习，来增加脚踝的稳定度，也就是保持匀速前进的推坡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推坡的时候，我们让上半身直面坡下，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，然后稳定住你的脚踝，让自己匀速推坡向下前进。当我们练习好后刃之后，也可以练一下前刃。我们需要找的就是一个稳定的脚踝的角度，让你匀速前进，既不加速也不减速。用这2个练习，
一个让你脚踝变化的幅度变小，速度变慢，一个增加你脚踝的稳定性。这两个练习就可以极大程度上避免你的推坡的时候卡刃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聊第二种常见的卡刃模式，也就是换刃的时候卡刃。换刃卡刃有2个主要原因，第一个就是换刃的时候过早，第二个就是你脚下的刃和你胯代表的重心的位置没有协调统一，脚踝翻到了新的刃，但你屁股的位置，也就是你的重心还在之前的刃上。我们现在说一下第一个换刃过早。我们在初学换刃的时候，经常害怕速度，不太敢直板朝向山下，所以我们本能的解决方案就是尽早让自己换到新的那一侧的刃上。而这就导致了我们本来在后刃搓雪的时候，重心就提前压到了前刃，我们就会卡刃摔跤。就是当我们的板朝向山下的时候再开始换刃，你看朝向山下，换刃，先朝向山下，再换刃。因为当我们板朝向山下的时候，板是顺着板头方向走的，这个时候你压在任何一个刃上，它都不会卡刃。这里我们需要练习的就是 J 型弯，让自己的身体熟悉直板朝向山下的感觉，并且可以从这种状态回到推坡控速。熟悉这个速度的感觉之后，再把它带入你的换刃中。其实聪明的你可能已经发现了，换刃其实就是一个前刃的 J 型弯加上一个后刃的 J 型弯。当你能够等到直板朝山下的时候再换刃，你就不会在换刃的时候卡刃了。那么第二个换刃的时候卡刃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重心的位置没有随着我们换刃的时间而变化，也就是换刃的时候，我们的重心，也就是胯的位置，在前刃和后刃的转移和换刃的时机不统一，这会导致我们的重心还在后刃，但雪板已经换到了前刃，必然会导致卡刃而摔跤。这里最好的练习就是我们之前单板进阶篇第1课讲到的内容，也就是重心的上下起伏。让重心的起伏成为你换刃的节拍器，就可以带着你的雪板在换刃的时候减压，在换刃之后加压，这样换刃和我们重心的转移就可以很好的协调，也让换刃的时候刃上的压力更小，更不容易卡刃。如果你觉得这2个练习还是太简单，还想进一步提高自己刃上的稳定性的话，那我们可以试一试平地连转的360，找一条不是特别陡的蓝道，按照正常的速度滑行，然后开始向某一个方向旋转。如果能成功连续的完成360度旋转，中间不卡刃、不停顿，并且能向顺时针或逆时针2个方向任意旋转的话，如果能达到这样的标准，你就很难再在换刃的时候卡刃了。关于换刃的时候卡刃呢，还有一点就是，我们换刃的时候卡刃大多数发生在脱雪小回转的时候，因为当你脱雪的时候，你的板在换刃的时候很经常和前进的方向不一致，这个时候当你的重心放到了错误的那一侧的刃上，那你就会容易卡刃。但是如果我们开始刻滑了，前进的方向和板刃方向一致，这个时候就很难卡刃，因为当你从一个刃换到另外一个刃的时候，不管你的重心压在哪一侧都不会卡刃。好，那么说完了前2种常见的卡刃，我们就要说第3种非常常见的卡刃了，就是在缓坡，像现在这种非常平的地面上卡刃。在这种缓坡上卡刃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缓坡上的刃感非常差，平地上哪怕我们需要地刃的时候，地刃的角度也非常的低，这让我们很难去感受你的刃具体在什么位置。你看，当我们直着滑行的时候，你的重心可以在板的正中间，也可以在2个刃上轻轻压一压。如果我们的重心是直的站在板上方的话，这个时候板可以向每个方向都可以灵活的扭动，这个时候其实非常的危险，稍微有一点的不平整，把你的雪板推向侧方，而这个时候你恰好压到了你前进方向的那一侧，就是错误那一侧刃上的话，你就会卡刃而摔倒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避免在平地上卡刃呢？那就是在平地上也要有意识的控制你的重心，并且让你的重心在前后2个刃之间来回的转换。这个时候当你压在一侧刃上的时候，你看你的板就很难在水平方向像我们刚才那样旋转了，也就很难会因为地形而影响到你板前进的方向而让你卡刃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多练这种特别开放的弯，并且让自己只换重心而不立刃，换重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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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板刃基本上没有立起来，幅度非常小，就是大多数时候都达不到立刃的程度。你看现在我在后刃前刃后刃前刃，但如果你看我的胯，也就是我重心的位置是来回在板头板尾这2个方向转化的，这种重心的转换就帮助你有意识的把重心压到了前刃或者后刃，你就可以保持在平地上稳稳的滑行。
不过在连续的这种换重心的情况下，你的速度可能会加得越来越快。这个时候加一点这种 speed check， 就是把板反过来刹个车，然后再朝圆的方向走，就完全没有问题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我们先是介绍了卡刃的物理原理，然后详细的演示了在雪道上最常见的3种卡刃的方式，包括推坡的时候卡刃、换刃的时候卡刃和平地的时候的卡刃，以及一些练习的方式，帮助你极大程度上的减少甚至完全消除卡刃的情况了。但是你在学习过程中肯定会发现，当你避免了卡刃之后，却常常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摔跤。前刃的时候往前倾倒，而后刃的时候往后坐，会经常摔在同一侧的刃上。而这种摔跤的原因和卡刃刚好相反，它不是你的重心没有过板，而是重心在板的另外一侧出板太多了。怎么样的改善这种摔跤，进一步提高你的刃上稳定性呢？我们下一期视频就会详细聊聊这个问题。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订阅，不要错过哦。好，我是 KK，我们下期再见。